剩不多了，也就100来发了。一发别留，全都给我供在这个地方。是。回来，把帽子戴上。去吧。你怎么跑过来了？旅长，你现在推进的位置在哪儿？在他妈哪儿？我2个小时之前给你颁布的命令啊，让你们向南迂回，在天黑之前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占领这块高地。你现在刚推进了不到半里，干什么吃了你？旅长，实在打不过去啊。他是谁？副营长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特别营的新任营长。你有没有信心在天黑之前给我拿下这块高地？有。好，如果达不到目标的话，一样自动解职。去吧。是。旅长，滚！是。旅长，国防部为了表彰咱们89旅胜利突围，特赐给旅长您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。旅长，您这是？就这东西，能换回我89旅1600多名兄弟的生命。我詹守平在打鬼子的时候得这勋章，得的已经够的了。中国人打中国人，我不稀罕。旅长，汉末的2个师已经开始压迫我军阵地两侧，我军防守困难。报告，进来。战旅长，在下杨守成，奉国防部命令，督察89旅对共军作战行动，请给予配合。这共军马上要发动总攻，大战在即，派你下来督战，这上峰对我战某真是信任有加。请战旅长下令，让89旅对共军发起全线的反攻。我89旅的任务是据险固守，离开阵地贸然进攻等于自杀。我是一旅之长，要对全体官兵的性命负责任。上峰知道战旅长会这么说。作战厅手谕，令89旅与80整对共军发起全线的反击，国防部对此负全部责任。
他是冲我来的，是我连累你了。我想象过无数种死法，唯独没想到我会被烧死。第一次被你惩戒，竟然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。我有好多话想和你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希望能早一点遇到你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好像突然想起点什么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小心点儿。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，就是在我们被烧死之前，它会爆炸。抱歉我，抱歉我。手啊，我们下辈子见。战旅长，与刘司令约定的进攻时间只剩下不到10分钟了。你的部队为什么还没有展开？89旅归我指挥，一切我自有安排。你的安排？你的安排影响了整个作战的协同配合。我现在有理由怀疑，你是在故意贻误战机。杨组长，这里是89旅的指挥部，不是你放肆的地方。战守平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就不要怪我不给你讲情面了。刘司令给我的指令是，如果时间一到，反攻击还没有发动，那我就解除你的旅长职务。这是国防部特别执法队，从现在起进驻89旅指挥所，直到反攻击发动为止。还有8分钟。5分钟。3分钟。时间一到，解除战守平旅长职务，交出武器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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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干什么？你怎么会来了？我奉组织的命令，配合戴佩秋同志抵达目的地。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？有些年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是组织上的纪律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把你看作是弟弟，你一直把我当作是敌人。没有，哥，我只是为你担忧。担忧什么？怕你成为旧时代的殉葬品。少安，如果哥哥跟你说，这次起义是假，目的就是为了把以林书记为首，还有戴佩秋，现在又加上了你，这帮共党分子一网打尽，你会怎么做？哥，这个时候可不能开这种玩笑。哥，林书记和戴佩秋同志可是我带来的。如果你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的话，你是我哥，我不可能朝你开枪，我请求你打死我，这样我对我的组织至少是忠诚的。开枪吧。我跟你说过，那是如果。你紧张个什么劲？来，坐下。吓死我了！
请问您是叶菲菲女士吗？是啊，我是。请问你们？战夫人。哎，请问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么多人。收拾行李呢，这是要劝走。哎，战旅长，这张相照的不错，刚才女貌女的啊，挺让人羡慕的。战夫人是在等人吗？咱们一起等吧。坐。怎么是你们俩一起来了？德江和佳宁呢？黄德江叛变了，刘佳宁同志为了保护战守安，牺牲了。我们来的途中遇到了一些意外，不过好在战守安他在危险时刻表现非常勇敢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我今天可能就见不到你了。夫人，我是夏天水，旅长让我来接你。夫人，夫人，你在啊？急死我了！走吧，夫人，旅长等着呢。怎么了，夫人？是解放军弟兄啊，请问你们是哪部分的？你是哪部分呢？我们是89旅的。贵军与我军现在是自己人了。哦，自己人。怎么了，夫人？是解放军弟兄啊，请问你们是哪部分的？你是哪部分呢？我们是89旅的。贵军与我军现在是自己人了。哦，自己人。哥哥当时为什么非让你去学医？医生治病救人，不问政治，不分阵营。一旦你陷入了政治，到最后，你必须要承担你无法承担的选择。哥，可是现在你已经起义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阵营，我不用做那种选择。时代在变，阵营也会随之而变。不管
阵营变成什么样子，不管这国共两党最后打成什么样的局面，我是你哥哥，你是我弟弟，这点永远不会变。就像你刚才所说的，今后不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俩永远要站在同一个阵营里面。还有，守安，你要记住，以后你再有什么大的举动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一定。你现在帮我去做件事情。你嫂子还没到，我想让你去家里把她接到指挥所，这样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哎，守安，现在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，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我下面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要记在心里。不管以后发生任何情况，你都要保护好你嫂子。你们俩都要给我好好的活下去，相信今后一定有团聚的那一天。不是有那么严重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我走了。哥哥大他10岁，义兄义父，战守安的人生历程由哥哥一手安排，唯独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自作主张，这曾使他对哥哥暗负愧疚。哥哥的嘱托使他觉得兄弟之间浅显近视，亲密温暖。欢迎战旅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。谢谢。战某来晚了，我愿意为中国的革命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，以弥补内战之罪。战旅长这么说就见外了。现在你的大炮调转炮口，轰向国民党反动派，让吕营回到人民手中，这是一桩历史大功，是会载入史册的。战旅长，我这就把文件和作战方案拿回我方部队，约定时间一到，我们一同发起总攻。一言为定。林书记，战某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炮就要打响了。参谋长，是。前线阵地吗？战守平旅长有命令。旅长，我是旅长战守平，原国民革命军新编第89旅全体官兵，从即刻起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，所有炮口调转180度，目标吕营市外围防线，全部实弹装填。
旅长，夫人被解放军杀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旅长，夫人被解放军杀死了。我对不起旅长，对不起夫人呐。站起来！站起来！起来！立正！说！报告旅长，属下率警卫班在关底接夫人，发现夫人被解放军扣留，属下率部反抗，双方激战，死伤殆尽。夫人呢？夫人她被解放军枪杀了。这一切都是你亲眼所见？这样的事，属下绝不能瞎说。旅长，解放军是对着夫人的胸口开的枪，夫人就在我面前倒下的。旅长，我对不住你，没保护好夫人。詹旅长，发生这样的意外，我们也非常震惊。现在战场局面犬牙交错，非常混乱，真相到底如何还无法定论。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方一定会负责查清真相。别说了，战大哥，解放军绝对不会对菲菲开枪的，我们绝对不会打一个手无寸铁的人的。到此为止。战旅长，这一定有误会。二位，请吧。来人！
我们是共产党谈判代表，你们最好不要胡来。你们杀了旅长夫人，就是撕毁了起义的协定，是你们背信弃义在前，就不能怪我们无义了。有人吗？突如其来的变化，看着满地的国军及同志的尸体，战守安不知道这个时候该相信谁，也不知道回到战守平处是否安全。可是他知道，叶菲菲不尽快治疗，是立刻有生命危险的。嫂子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嫂子，挺住。嫂子，你得坚持住。这里你不用操心，我会派人把所有的设备都搬上火车。一路上日子不短，同行的要员不少，谁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也省得我们束手无策。千万别忘了，午夜12点，全体火车站脚，前往广州。他是谁呀？我未婚妻。你说我要走了，我能不带上她吗？我去他们家的时候，他们家就已经被洗劫一空了。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局，肯定是被歹人给抢劫了。你看这还中了一枪，快帮帮我，把他弄到车上去。不动手术根本活不了，这样你还要带着他，会害死他。那不是废话吗？现在哪有医院呀？再说了，咱们局里的药品物资全都在火车上，快帮帮我！你疯了？铁路上的晃动有多厉害，你不知道啊？万一要是碰上大动脉，但凡我有别的招，我就不会把他带到这儿来。人马上死了，帮帮我！臭小子还真是为情所困呢，那就快上车！走走走，小心！副官在，开路！好，让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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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请让一下啊！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让一下，好，让一下啊！来，你的票呢？票出示一下啊！好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来，进去吧。好，来，慢点啊！别急啊，别急啊！票出示一下。设备呢？都在那儿。
想好了，这一刀下去，可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喝得很漂亮，不出意外的话，1个星期后可以走动了。但愿吧。你小子，什么时候有的未婚妻？怎么不早说啊？离上车了才去找。之前不愿意跟我走，他不愿意离开吕阳。哎，对了，处长，我怎么没见到局里的其他人呢？啊，其他的处安排的列车早就走了，只有我们医务处分配的是最后一列。快把他扶回包厢去吧。哎，处长，帮我找身衣服，这样我去吧。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寻常的一幕。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中，战败的一方犹如决堤之水，夺路而逃，奔涌而去；而属于胜利者一方的战守安，却被命运之手拨弄，裹挟在战败者逃亡的洪流中，亡命天涯。行了，想吃点什么，我去给你弄。守安，我们这是在哪里呀？嫂子，发生了一点小意外，我们现在在去往广州的火车上。火车？对。我们怎么会在火车上呢？嫂子，这正是我想要问你的。在我去之前，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我不是在家里吗？你哥跟我说，让我在家里等你，说你会来接我。对。结果
就有一群共军闯入家里来，让我跟他们走。结果家里的卫兵不同意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打起来了。这不可能啊！怎么不可能呀？就是他们开枪打我的。嫂子，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。说啊，共军打国军都好几年了，有什么误会啊？嫂子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哥他已经起义了，他已经加入了解放军了。那你告诉我，既然他已经加入了解放军，解放军为什么还要暗杀他的妻子呢？我认为一定是特务干的，这是特务惯用的伎俩。他们听到了我哥要起义的风声，决定要破坏起义，所以才假冒解放军去暗杀于你。什么？你哥他投共了？对，嫂子，我哥这一起义，救下来不止10几个人的性命，还保住了吕营市不受战火的洗劫。他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，他值得你为他骄傲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不会，我怎么会怪他呢？我只是在想，如果他告诉我的话，我一定每分每秒都不离开他，就算跟他一起死，我都情愿。只不过现在他人在吕营，我在千里之外，我不知道他安不安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跟他见面。他之所以不告诉你，应该是有他的苦衷，也许是怕你为他担心，更重要的可能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。还有件事情，嫂子，我不得不跟你说声对不起。现在对外，我声称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名字叫做沙小丽。沙小丽，嫂子，我们现在处境非常危险，趁火车上的人还不知道我哥已经起义了，我们还有逃跑的机会。如果你的身份一旦暴露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样，一会儿火车会靠站，在那儿会做停顿整修，到时候会下车找几个轿夫，趁乱把你给抬走。你放心，之后只要一有机会，我会安全的、平安的把你送回到我哥的身边。小兔崽子，敢偷我的东西啊！把东西给我交出来！我没偷，你别瞎说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位姑娘，不，这位兄弟，如果你拿了人家的东西，就还给人家，好不好？我没偷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他们胡说八道！兄弟，这位小兄弟说没有拿你的东西，肯定这里边有误会，好吧？
那要是没偷的话，搜搜就知道了。搜。是。哎，朋友，先别冲动好吗？咱们都是自己人，兄弟，哪儿丢的东西去哪儿找一找，兴许就能找着呢，是不是？少校是吧？我这儿有理了。虽然你的官儿比我大，但是我奉劝你，今天这事儿你还是少管为妙。救救我！来人！哎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我都是军人，在这样的公共场合不合适。你看这样，你丢了什么东西，我照价赔给你，好不好？哼！来，你拿着。哟，有钱是吧？老子可不缺钱！抓起来，任务今天必须带走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你看，既然这钱我拿出来，我也不好意思再放回去。那我就收着了。但是人，你走。别走！快呀！我是宪兵队长肖文华，看看你们自己，还像个革命军人吗？打了几个败仗，国民革命军就变成土匪了。就是，他们仗势欺人，他们搜我。是他先偷了我东西。我没有。滚！凭什么？滚！走！既然已经说清楚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哎，谢谢你啊！不客气。哎，那个，你帮我垫的钱，我会还给你的。不用。喂，你真偷东西了？没有。拿出来，拿出来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姑父回家又得说你。表哥，你冤枉我了。我刚才是看见那个兵痞偷了老教授的珠宝，所以我就把他给偷回来了。我想，我去还吧。走吧，别再惹事了啊，好不好？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哎呀，听见了，你不要管我了。行了，车要开了，快走吧。快！叛变投共，日营是沦陷了。叛变了，日营是沦陷了。你再看看，绿营沦陷，战守兵叛变，这也太可怕了。哎，你看，绿营是沦陷了。我能看看吗？绿营是沦陷了。是啊。哎呦，
谢谢啊。手啊，好点了吗？手啊，怎么了？没怎么的。嫂子，我哥起义的事情已经登了报纸了。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如果一旦我们被抓起来，你一定要一口咬定跟我认识只有2、3个月的时间，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家世。戡乱时期，你的身份他们无法查证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对你下手，好吗？那这样，如果他问起你的话，你会不会有麻烦啊？嫂子，你不用担心，关键的是你的身份千万不能暴露。嫂子，对不起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当初应不应该把你们到火车上来。可是你要知道，那个时候你身负重伤，所有的药品物资都已经搬到了通往广州的火车上。我只有到了火车上，才能对你进行救治。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手啊，你别这么说。我这条命根本就是你救回来的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你千万不要自责，你这么说，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救了你还是害了你，我搞不清楚了。不过嫂子你放心，我答应过我哥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哪怕天塌下来，我也会保护好你的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一定会把你平安的送到我哥的身边，让你们2人再次团圆。不过，是我们3个，我们一家人都要团聚在一起。对，我们3个。谢谢你，手啊。不认识啦？你是小偷吗？别说的那么难听嘛，你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偷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动机，总归你是偷了，那就是贼。贼？那你为什么要救一个贼啊？从你挡在我面前开始，你就成了我的同伙，你就是我的贼党了，不是吗？你不说话，我可替你说了啊，因为我是个女的，而你呢，你是贾宝玉，你见不得女人受罪，你怕我会被那个冰痞欺负，是不是？轮到你了，这位姑娘，你未免感觉太好点了吧？
我欠你的人情，我早晚会还给你的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已经到了广州了？不可能。蔡处长，哎，关处长辛苦了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办到庭了，老一套，查匪谍。抓匪谍也不用深更半夜在这儿查呀，进了广州站不是一样吗？突击检查，上面的安排。查吧查吧，查清楚就干净了。不是还没到广州吗？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，走。再不走来不及了。医务处的人都到齐了吗？啊，差不多了。哦，战医生还在前面呢。谁？战守安。战守安？死的活的？怎么会是死的呢？当然是活的。他可是我们医务处的宝贝，能不过来吗？快！不要乱开枪，抓活的。是。嫂子，你听我讲，嫂子，辛苦你一下，你到火车的列内处等我，我马上就来。坚持一会儿。喂。
呀，我不叫魏，我叫……你叫什么不重要，你记不记得你欠我一个人情？想让我帮忙啊？想让我帮忙，就这个态度啊？从现在开始，你我两不相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喂，什么叫两不相欠啊？啊！真是的，这人。让开！闪开！哎呀，让开！别踩我的衣服！哎呀，没看见呢，这是我美国买回来的衣服，可贵了。滚蛋！误会。表哥。误会。怎么自己一点都不小心？他们踩我衣服，我啊！好的，怎么样？还行吗？怎么样？外面情况怎么样啊？现在所有进城的要道上盘查都很严，如果我们2人出去的话，会寸步难行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这都好几天了。守安，你说，你估计我们还有多少天才可以回去啊？我坚持得住，我坚持得住。那要不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好不好？小子，现在不是你能不能坚持得住的问题，是我们得想办法怎么走。我只是担心你哥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。嫂子，这事怪我。上车之前我就没有考虑周全，我本来以为这一路上小心谨慎点，总会有办法能回去的。可谁曾想，现在情况越来越糟了。不过嫂子，办法总会有的。
船到桥头自然直嘛，对吧？烧得厉害呀！大婶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？我去买点药。哎，你快去快回。哎，嫂子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老板你好，先生，要什么？有盘尼西林吗？哎呀，我们这种小店哪有这种进口药啊？啊，这样，消脂龙、硼酸、凡士林、退烧药，还有绷带纱布，您这儿有吧？先生，这些药派什么用场，您清楚吗？老板，我也是名医生。哦，麻烦您了。小二，哎，拿药。哎，好嘞。你稍等。哎，谢谢。一、二。走。站住！过来，走。哎，站住！追！快！哎呀，快！追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快！继续走！在上面，追！哎，何俊，快追！快，别跑！好了，站住！队长，不是这边，继续走，走，快走！大婶儿，大婶儿，哟，你可回来了，不好了！大婶儿，我女人去哪儿了？来了2个人，抬着姑娘上车就走了。都长什么样？都戴着口罩，是男是女都看不清楚啊。他们乘坐的什么车？黑色小轿车。那他们往哪儿去了？好像听他们说是广州。
广州。主任，行动处的突击搜查没有收获，我判断战守安已经潜入到广州市区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向你介绍，蔡处长，这位是秦风副主任。秦副主任好。蔡处长好。都道市绿营一战损失惨重，总部为了增加我们的战斗力，特派秦风副主任来督导我们的工作。以后有什么事，一定要多请教秦风副主任。明白。秦副主任，你对这件事怎么看？战守安的哥哥已经投共，那他理应在匪区安身，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广州。这不符合逻辑，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秦风副主任说的对呀，那我们就在广州拉网，记住了，通缉令上不要再出现战守安，要不然他就不露头了。是，只有抓住他，我们才知道深层目的。主任，我们掌握到的情况是，战守安和他的未婚妻一起潜逃，他的未婚妻有胸部贯穿伤，虽然在车上做了手术，但是后续的治疗还需要跟进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他来广州的话，首先会找医院疗伤。我已经把广州所有的医院进行了布控。战守安是医生，这点伤他自己就可以治。他是可以自己治，那也得需要器械和药材啊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要把广州所有的私人诊所和药房全部监控起来的话，光凭行动处这些人不够用。局里就这些人手，你看怎么调配？好吧，我去协调广州警总，让他们抽调警力安排布控。好啊，秦副主任，你不知道秦副主任在总局干活多年，人脉广，布控的事儿那就交给您了。那就辛苦秦副主任了。举手之劳。你过来，取出示证件。好，走。你过来，证件。好，走吧。叔叔，叔叔，这个给你。
嫂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带你走。嫂子，你再坚持一会儿。我记着这附近有个医院来着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。打死他！报告，人抓到了，仁爱路38号胡正明诊所。是。局里马上派人过来。
谁在里面？就你们2个人？是。抓到他们俩以后，就一直在等您过来。立刻带回局里。是。就这样，我们到了广州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……你也是迫不得已，不必自责。保密局在全广州拉网抓你，现在回北方的解放区非常危险。你嫂子又伤成这样，没办法行动。我看这样，你们在这里先隐蔽一段时间，等我安排好了，再送你们回解放区。好。整个诊所的药柜都被我搬空了，够用了吧？够了。这里面是乔装物品，你出门的时候用。好。记住，没有我的通知，不能采取任何行动。早点休息吧。老秦，那个孩子挺聪明的。什么孩子？这张纸条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也是敌人打电话回来汇报才知道你被抓的。那就奇怪了，是什么人给我的呢？又是什么人把我嫂子送到祭祀医院的呢？如果你已经被敌人发现了，为什么不当场抓你呢？何必给你这张纸条？是啊。哎，老秦，我们在这边有没有同志暗中测验？我们这里都是单线联系，非常严格。少安，坐。少安，全国战争到了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，敌军为了稳固后方，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。整个广州都是军警特务的天下，白色恐怖到了顶点，而地下党组织为了配合解放军的反攻，也在加紧活动。现在的斗争形势是空前的复杂，也是空前的危险，各地组织都是非常的谨慎。老钱，你看能不能想办法通知北方解放区，把我和我嫂子的情况反映一下，我怕我哥哥担心。我今天救你是我临机处置，违反了地下工作的隔离原则，是严重的违纪行为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不过这么做一定会留下隐患的。对不起，都怪我。我无权擅自接通跟解放区的关系。好，我明白。怎么会让他跑了呢？主任，有人抢先了我们一步。这次行动有谁知道吗？
除了行动处的没有别人了。行动处，你说行动处会不会有人告密？行动处的弟兄们，我了解应该不会。不过在咱们准备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别人知道，这就不好说了。主任，我们内部有内鬼，我马上安排人去排查。您的意思是？啊，如果真有内鬼的话，就让他还以为他在暗处没有被人发现。是，去。够了。嫂子，今天吃的还挺多的，这是一个好兆头。这几个星期真是太辛苦你了，你看你为了我都瘦了一大圈，不好意思啊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说的什么话呀？来，把衣服解开，我给你换药吧。啊，我自己来吧。哦，都放在这儿。谢谢。弄疼了？没事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嫂子，我是一名医生，你的伤口都是我亲自缝合的，还是我来吧。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，当时子弹离你的心脏不到1厘米，太危险了。我在车上给你做手术的时候，我都感受不到你的血压了。守安呐，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现在可能已经埋在吕营的墓地里了。我觉得你更应该谢谢我的哥哥，如果不是他让我去接你的话，恐怕……你哥现在不知道人在哪里啊，我也好担心他。他不会有事的。借用一下，我去沙发上去睡，那儿离门口比较近，如果有人的话，比较容易发现。清风隐约地感到，
今天的行动似乎已经种下了隐患，他必须抢在敌人之前，尽快把战守安送回解放区。他要找到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。嫂子，嫂子，睡了吗？没有。有件事儿我还没有跟你说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戴佩秋。佩秋？佩秋怎么了？我们恋爱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你跟佩秋恋爱了？对啊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是我和你离开广州的前一天，我和他说定了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希望你早一点遇到你，我们就可以早一点相爱，我会牵着你的手，一直到老的。真的啊，守安？那我太高兴了。守安呐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你喜欢佩秋什么？我喜欢她什么？她为人大气、独立，遇事呢也很有主见，不像一般的女孩婆婆妈妈的。对呀。跟她在一起呢，我很安心，也很放心。你知道之前因为我的鲁莽行事，差点把她害死。她呢，非但没有埋怨我，还跟我说，如果能跟我死在一起，她还心甘情愿。你跟佩秋恋爱了？对啊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是我和你离开广州的前一天，我和她说定了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希望你早一点遇到你，我们就可以早一点相爱，我会牵着你的手，一直到老的。真的啊，守安？那我太高兴了。守安呐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你喜欢佩秋什么？我喜欢她什么？她为人大气、独立，遇事呢也很有主见，不像一般的女孩婆婆妈妈的。对呀。跟她在一起呢，我很安心，也很放心。你知道之前因为我的鲁莽行事，差点把她害死。她呢，非但没有埋怨我，还跟我说，如果能跟我死在一起，她还心甘情愿。是不是很傻？没错，佩秋这个女孩子就是个巾帼英雄。守安，嫂子祝福你们了。其实
我觉得你跟佩秋的性格差得蛮远的。佩秋她的性格吧，头脑比较冷静，意志坚强，做事情呢比较理性，拿得起放得下。而你呢，你就是浪漫随性，头脑富有想象力，而且对人又体贴温柔。不过，你有没有听别人说，性格是可以互补的？你们两个这叫做取长补短，相得益彰啊。嘿嘿，算是吧。太好了，守安呐。没想到我最好的朋友，跟我的小叔子正在谈恋爱。嫂子真的好替你们高兴啊。守安呐，不如这样子，这次一回去之后，你们俩就马上结婚，你们的婚事就由我来包办。你呀，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就等着入洞房吧。那我先谢谢你，嫂子。嫂子一定会帮你们办一个终身难忘的婚礼。我等着。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打扰你了。你快睡吧。没事儿。那你也早点睡。